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有关注我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之前去滑雪了。因为在之前呢感冒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又咳嗽啊什么的，后来身体好了一些就去滑雪。滑完之后，整个人感觉都很好，因为滑雪很让我开心，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运动。整个这样滑完一天下来，觉得整个人都很神清气爽，就整个状态都好了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每天只想着交易赚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劳逸结合呢很重要。像我之前病倒也是因为工作的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然后说回交易这一边吧，比特币的行情呢，怎么说呢？它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形。首先说一下这个图形，我在今天白天的时候有过一次微调，就是我把这个斐波那契上升通道的一啊，就是上面这根线这个一，我往上拉了一点点，就是让一正好到了之前的这个针尖的位置，然后再回头去看看这个斐波那契通道，觉得还是不错的，挺有效的。你看这种0.618。一直到这段时间的整个这个区间吧，大家可以看到都非常的有效。然后直到今天呢，今天是从下面一下子又往上突破到了这个0.786到0.786之后，又开始有一点这个往回撤的这种感觉。那整个这个通道有效性呢，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高效。而这段时间的整个交易量从量能上来看呢，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它衰减的很厉害。那这是空头的这是空头其实这也是多头的，这多头稍微可能波折一点，这样子稍微波折一点，就是整个多空呢都在急剧的缩量。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月线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11月份现在已经是11月8日了，整个交易量才只有之前的可能1/10这样子，之前1/6，我看看现在是20现在是20，然后上个月是12121这样子，那所以现在是上个月的1/6，而这个月已经过去了1/4了已经过去1/4了。也就是说，如果一直按照这样的速度的话，这个月交易量可能也只能够到，比如说60-70或者70-80这样子，会比上一个月又少了很多很多。整个市场交易量都呈现一个缩量的这个状态。其实这样子整体来说不是特别好虽然说价格依然有可能会继续往上，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还是维持我这样一个观点。包括我画这个上升通道，我也没有把它改成下降通道我依然觉得它有可能是沿着这样的一个通道继续往上震荡。那如果喜欢做波段的朋友，可以在这个通道里面去找这个波段的位置，比如说上面是65000多66000，然后下面呢是61500或61000这样子，就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波段。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关注，就很想去抓到更多这种日间的机会那这里我也推荐我的一个好朋友这个也是最近就是跟他交流的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 nice， 就是 Anson 一个马来西亚朋友。然后跟他聊过呢，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首先很正能量，然后其次他格局也很大，这样我是很喜欢的。我喜欢跟这样的就是正能量的，然后眼界又开阔，格局又大，愿意跟人合作的这种朋友去跟这样的人去做朋友。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才能一起去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因为在我看来，整个币圈是一个增量的市场。那既然是增量的市场，为什么大家不想着去把这个市场越做越大，让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呢？对吧 ？OK， 那说完这个行情这边呢，然后我来说一下一个算是解答一下大家的一个疑问吧。因为之前在我的上一期视频里面，就是我说我认为明年会到50倍的视频里面，很多人在视频下方留言很多人也非常支持这个，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认知，他们认为是有可能去到很多倍的是有可能去到很多倍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下面反反复复有人在提问的，或者
可能言辞会比较激烈一些，不仅仅是提问这么简单，绕来绕去，无非就一个问题。很多人提到BitDAO 呢发行总量是100亿个，对吧？然后很多人都会质疑，发行100亿个，它的市值有可能到那么大吗？因为我认为Bit 呢有可能会去到3位数啊，3位数是美金，那3位数美金乘以100亿，它就是一个万亿的一个市值，对吧？没错，确实，任何一个标的它能够到万亿，那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现在到万亿的，你去看美股也就那么些而已，对吧？也就那么些而已。那为什么我依然认为就是即使大家质疑我依然认为它有这个潜力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说币圈的，我们就说任何一个市场的任何一个二级市场，比如说马来西亚的股票吧，好不好？我们举个抽象一点的，就可能知道人不是那么多的，马来西亚的股票，好，然后呢有一个当地大企业发行了股票，正好发行了100亿的这个100亿股100亿股，然后它流通呢，它只流通了这个5亿股，就流通5亿股。然后他有在他的整个这个上市计划里面有跟大家讲清楚我这100亿股是怎么样分配的我的股东高层怎么拿，然后我的企业员工怎么样子进行期权或者股权的激励然后我有哪些股份会怎么样子在未来去进行，比如说增发拆分或者是什么派息等等分红就很多很多我刚刚说的几个这些，大家在传统的股市里面应该很熟悉了，对吧？经常会听到。那如果你不是熟悉，你不太熟悉的话，可能你本来对二级市场就不是特别了解。好，那有这些东西之后，好，那这个股票它上市了，上市之后呢，它的股价就蹭往上涨这个时候就有 A、B、C 3个人出来了。A 说，我认为这一只股票它很有可能可以去到1000亿美金，它的市值总市值可以去到1000亿美金。这个时候 B 说，怎么可能有500亿就不错啦。然后 C 就说， A 和 B 你们两个是不是傻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呢？怎么可能会有500亿呢？它有个20亿美金就已经顶天啦，怎么可能去到几百亿那你看A、B、C 3个人， B 觉得 A 是傻的， C 觉得 A 和 B 是傻的，然后 D 呢，如果 D 他只认为这个股票会去到2亿美金总市值2亿美金也不过分吧？就0.0几的这种美金的票在很多市场都很多对吧？那0.0几的票，好，他认为只会到2亿美金，他觉得 A、B、C 都是傻的。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B、C、D 都认为 A 是傻的， C 和 D 认为 A 和 B 是傻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在我视频下方留言的这些朋友，你们认为 Bit 的市值会到多少？那无论你说什么数，都一定会有人认为你是傻的，就像你们认为我是傻的一样很多人也会说就为什么你会认为会那么多？你有没有看他发行了多少？就是发行了多少代币就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挺逗的。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不知道他发行了100亿个呢？就很奇怪你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吗？然后你觉得我真的不会算3位数美金乘以100亿等于万亿的市值吗？你觉得我不会去算吗？就很interesting很 interesting。 好，那我接下来说为什么有可能。首先呢，你要看重的并不是它的总市值，你要看的是它的流通市值流通市值是人们真的在交易的这些市值，那些锁定的它有计划去释放的这些东西首先它有它的规则在，这个规则我不在这里，就不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去过多的去讲解，你就知道它还没有流通就好了。那实际上人们交易的也不过就是6%也就是才10几亿这样的一个10几20亿吧这样的一个市值的币
对于一个像 Bybit 这样子的大交易所来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就是真的是牛毛而已啊，一点点钱，这是一丁点钱。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几乎所有的这些平台币，他们都会有他们的消耗机制，或者说燃烧机制，或者说销毁机制。总之，它是一个通缩的模型啊。至于这个 Bybit 它未来会不会通缩啊？这个BitDAO会不会通缩啊？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任何的内部情报。但是我认为呢，如果它要去发展，它要跟随着这个交易所一起去发展的话呢，那它就很大概率会推出来很多的应用，这些应用会消耗掉它的这些 bit 啊，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消耗，而这种消耗是会让人们觉得值得的，就像币安它的 BNB， 你拿它去抵扣手续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值得的，你不会觉得它不值啊，如果不值就不会有人去消耗了，对吧？啊，那只有傻子才会去消耗，那真的有那么多傻子吗？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啊，所以不用去过多的去以这个总市值来去判断一个项目它未来的可能性啊，总市值是你可以理解为它创造了一个宇宙出来，但是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颗星球啊，很多个星球，如果你是地球人，你就是地球人，我们也是地球人，你是要逐个星球的去比如说去发掘，去看他们有什么资源，一个一个的去占领他们，然后去挖掘啊等等，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宇宙全部给探索一遍，没有人可以做到那样的就做到那样的境界。那其实不光光是这样的一个币啊，就不光光是这个BitDAO啊，所有的币你去看它的市值啊都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很明白了吧？你去看市值没有用。那有价值的币你去看市值没有用，没有价值的币你去看市值也没有用。如果它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币，它就是一个会跑路的币，请问它的市值有什么参考价值呢？有吗？你仔细想想，有参考价值吗？我认为没有咯。那如果你坚信有，那我也不跟你 argue， 我觉得可以，你相信它就好。那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你去仔细想一想。我觉得今天我说的这段内容算是一个抛砖引玉。我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 A、B、C、D 这四个人啊，这四个人他们怎么样子去看待同一只股票的市值啊，然后彼此都会认为前面的那些人是傻子，对吧？好，然后我再跟你讲这个市值这个概念，无论它是一个好的票还是一个不好的票，市值都不是你应该去考虑的主要的因素啊，它都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准确的预期。你要知道，股票啊，或者是我们这些二级市场的东西，它从来都不是反映实际价值的。任何一个股票，它也不是反映这个企业的实际价值的，都不是，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期望。股票等于期望啊，一定要 get 到这一点，你才能够去懂得二级市场的很多的规则，或者说你只有 get 到这一点，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明白二级市场的运作原理。OK， 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先说这么多，可能后面这一段说的有点长啊，会比较花大家时间去听，然后当然我觉得听的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真的有听完它，我觉得你一定可以了解到，就是你能够打开你的一个新的思路，打开你的一个新的视野。然后呢，那今天视频我就先说到这里吧，再说就太长了。希望大家呢是可以关注我的频道，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朋友的频道，就是 Anson 的频道。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关注我的 Twitter， 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进步。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